民进党变招，将抗中保台改为和平保台，整军备战才是其真实意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时间进入2023年，对中国人而言，最为敏感的仍然是台湾问题。在拜登签署2023财年国防预算法案，扬言要向台湾地区当局提供1000亿美元的军购贷款之后，解放军最近针对美台勾连进行了大规模的演训活动。辽宁舰航母甚至还潜出太平洋，在靠近关岛50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实施了相关的训练。这意味着中美针对台湾问题进行的战略博弈还在继续，而且呢，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美国的新任众议院议长的窜访台湾而爆发危机。台湾社会用兵凶战危来形容当前的紧张局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岛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最近在两岸政策上玩了一个新花招。在9合1大选惨败之后，蔡英文对抗中保台为标志的两岸论述进行了检讨。近日呢，已由其副手赖清德率先提出了和平保台主张。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推动台军义务兵的服役期从4个月增加到1年。要注意，和平保台的说法离不开与中国大陆的沟通，这似乎又与国民党执政时的玩法一样，其含义到底是什么？把两岸政策从抗中一下子跳到和中，由于转变的幅度太大，甚至引发岛内媒体的挖苦。比如中广董事长赵少康称，这就像渣男说我的爱情很专一一样好笑。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民进党的台独党章未变，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身份也没有改，而蔡英文更是没有放弃迂回台独的政策。在民进党不放弃台独路线的情况下，谈和平保台就是一场彻底的欺骗。当然，这个欺骗对象还不是中国大陆，因为大陆早就对民进党不抱任何希望，而且把打击台独当成未来对台工作的重点。所以民进党换了一种说法，听起来好像自己不那么好斗了，实际上是在欺骗台湾的民众。同时呢，暗地里按照美国的安排推动整军备战工作，这才是他们的重点。那么我们从民进党的这次口号转变中能看到什么呢？首先，解放军针对美台勾连、台独挑衅所进行的军事施压正在发生作用。过去不少人认为这种军事压力不会对台湾民意产生影响，事实是台湾民众用选票教训了民进党，说明主流民意仍然是不想打仗。其次，台湾地区当局正在跟着美国的政策走。当美国承诺不把台湾问题当成是打压中国的手段，表面上声明不支持台独时，民进党的台独之路已经被堵死。所以台湾地区当局最多也就是玩暗独，再提抗中就变成了作死。所以他们与时俱进地改了个说法，叫和平保台，但又不提9·2共识。这样做不仅能与美国的台海政策对接，还能欺骗台湾民众。最后，民进党与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正在趋同，也就是双方都以维持现状为主，台海局势似乎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这将给中国大陆做好最后阶段的摊牌留出战略机遇期，因为两岸的统一不可能无限期的拖下去。未来台湾地区当局将在美国的安排下加紧非对称作战力量建设，而中国大陆将进一步实现100年建军的目标，双方都在为未来发生冲突做准备。总体而言，当坚持台独的民进党高谈所谓的和平保台时，证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台湾地区当局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将迎来一个整军备战的竞赛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